哎，这圣诞不是刚过去吗？马上迎来下个月我们中国的春节，这是东西方两个最盛大的节日。然后我就对大胖媳妇进行了一个小采访，让她聊一聊圣诞文化和春节文化在她心中的小 PK。首先聊一下她更喜欢春节的地方。首先就是她非常迷恋中国的烟火文化，她非常震惊，在中国放烟花，普通老百姓居然自己就能放。咱们可能觉得没啥，但在国外，他们如果想看烟花哈，一般都是到市中心就景点类的地方，看那种大公司赞助的盛大的烟火表演，那玩意儿又整老贵了，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买的。所以你看到的不是高耸入云的烟火，而是无法触及的资本。所以9年前，应该9年前，他第一次来中国过春节，来铁岭，给他吓坏了。我爸搬来一个100发的大礼炮，他以为我爸是铁岭爆破局的呢，就挪用公炮了。后来发现那100炮就只是个开端。第二天，我老姑父又搬来一个300发的，我舅爷又搬来俩。他想，哎呦我的妈，他家导弹军火就这发数，都够女王登基的了，够女王登基的了。话音未落，对面楼连放4个烟花，还是带字儿的，财源滚滚。他特地跑一边去看去了，结果放财源的时候，吓得把眼睛闭上了，眼睛一睁，滚滚。他说：“你说这扯不扯？眼睛一闭一睁，今年就没了。”第二点，他喜欢春节的配色，他们圣诞节的配色呢是红和绿。本来吧，从小长大，他也不觉得这俩色儿有什么毛病。但随着他后来在中国待的时间变长，对很多文化有一些了解之后，很多事就变了。比如去年圣诞节，他在温哥华，我在北京过圣诞节的时候，他妈就给每个人发帽子，就给他发个绿的。他说：“我当时吧，也不是不能戴，但就觉得哪里不对。我们遥望着大洋彼岸哈，别人看到的都是波澜如此平静，我就看到一朵翻墙的红线，但我又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他说这点还是春节好，不玩撞色就是红，穿身都是红的，里边也是红的，一穿个红裤衩子，这个有吗？这是我的我说的太长了。让他最爱不释手的当属搓澡。实话实说，他第一次来铁岭搓澡是给吓跑了，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有些事一旦养成无法倒退，以至于回到加拿大非常不适应。有一次在温哥华过中国春节，没有搓澡的地方，早上在家冲了个澡。他说：“哎呀，就是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就觉得自己那个年过得特别脏。”这是他觉得春节的加分项。当然了，他对春节也有自己要吐槽的点。首先，他不能理解铁岭妈妈们的烫头文化。他说：“我就没有见过哈铁岭城那么团结过。平时哈各有各的发型，各有各的 fashion。30的头一天，一夜之间头型整齐划一，所有东北中老年女性都烫成了油油亮亮的小卷，穿着是清一色的羊毛衫。这个区域不是小钻就是亮片，我本来就分不清就该管谁叫啥，就靠头型记呢。懂一度量衡了，懂一度量衡了。”最后一点就是他不适应春节走亲访友时候大家的寒暄方式。他说就每次我一进屋，肯定是哎呀妈，这小子你咋胖这样的？这头发没剩几根了。而且我胖吧，他说我胖。你不胖吧？他说你瘦。在中国长辈的眼里，就没有一个身材匀称的人。你就没听说谁一进屋，哎呀，这姑娘长得匀匀称称、正正好好，不可能，非胖即瘦。他们的眼睛就是尺。他说我这一点真是不太适应啊。我们圣诞节一见面，那打招呼就是 Oh, you look beautiful。哪怕这人真说今年哎妈缺个眼睛，那也不能说呀。说实话哈，就如果我3年没回加拿大，我回家一进屋发现我妈400斤了，那我也是啥也不会说的。她400斤她自己不知道吗？但是过年咱去你家那串门，哎呀妈，瞅这大脸，这肚子，你吃多少呢？这咋整的？脑袋长样啊？去年还能有47根呢，今年能25根啊？他说。你说你奶1.51米小个，怎么老是说我头发呢？大过年的来都来了，哎，你们绝对不能想象我加拿大的公公婆婆是怎么包饺子的。我婆婆终于办了签证，要来中国看孩子了，人还未到，硝烟四起。现在我妈跟我婆婆这俩老太太，因为争孩子是跟姥姥好还是奶奶好，较上劲了。结果第一局饺子，我婆婆就败了。小达以前跟她奶非常好。因为啥呢？就比如说去年过中国春节的时候，在澳大在加拿大过的，他奶奶温爹挺善良个人，就是怕孩子嫌我，除夕夜张罗全家包饺子，学了1个礼拜，最后除夕夜6个人4个小时包了9个饺子，还碎了仨。哎，你们都不能想象问题出在了哪儿。就这个饺子包的，他们不分工，就我婆婆依次摆好了馅儿、放馅的盆、面团、擀面的板、包饺子的板。就第一个人先步入生产线，蒯一勺馅儿，然后揪一坨面，然后再往下走擀剂子，再往下走擀面皮，然后包。这时候第2个人上，再从馅儿开始走，揪坨面往下走。第1个人包完之后，再回到生产线的初始馅儿区，再从0开始。我说哎呀，我问你呀，包饺子需要流水线？他说对呀，我们就是流水线呢。我说流错了，流的是饺子，不是人，不是人。但在中国他老完胜了。除夕那天下午4点，早上开始焦虑。妈妈，我已经等了1年的饺子了，现在还不开始包，午夜怎么能吃上呢？我说你急啥？你老搓澡呢？晚上10时许，亥时1刻左右吧。我妈、我二姨、我老姨接头了。那你们也能想象，这不是夸张啊！不到2小时，200多个饺子下线了。小达看着他们包饺子，跟他奶视频。奶奶，他们双手嗖嗖，不知啥是对手。我二姨姥平均每3分钟给我姥扔过来30张皮儿，这是不是才是流水线该有的样子？他们不光是快，奶奶，最叹为观止的是，对他们来说，包饺子只是捎带手，八卦才是正事儿。就这3位女性凑到一起哈，那话咋说了？就擀饺子皮儿分秒之间，无数人已身败名裂。怎么说呢？就我姥只要一包饺子，铁岭至少3家要离婚，至少3家要离婚。
包饺子这趴输了，包红包更输。温迪有多抠，你们知道？他本来不想包红包，为了争宠，经历了10天痛苦的心理较量，居然走入了加拿大某 ATM， 取出了$100，2张纸放进了红包里。我妈心眼子太多了，你跟我嘚瑟你家园面值大，我就让你栽在面值大。我妈给孩子发了600张5块钱，外加1兜子硬币，掷地有声啊，让早达摆那5块钱铺了一个客厅。我婆婆跟早达视频问，奶奶准备了100刀，你姥姥给了多少钱呢？早达说不清，就是满地是钱，过堂风一吹，钱都满天飞。我给我妈的时候，都得用车拉。为了让孩子学习，温迪也很辛苦啊，他生怕这个孙子孙女都淡忘了或者不接受西方文化。孩子才6岁，买了一堆名著，天天跟孩子屁股后追讲悲惨世界。我妈就不一样，直接斥资购入学而思学习机。应该没有妈妈不知道学而思吧？都教育20年了，孩子爱不爱学习跟老师有很大关系。这里头有1000万分钟的好课程，都是学而思里原先 top 级的好老师给上的。我也不用担心他生了早达那双大眼睛，不反光不刺眼，就跟看纸质的书一样。哎呀，反正就是头学良药锥刺股，孩子老愁学海苦，学海无涯靠师资，一边学来一边思。最后就是教育孩子孝顺这个事儿，温迪败在哪儿了呢？他认为跟孩子说这些都太早，殊不知我妈早就下手了。我妈给拿铁买了辆车，这个车印的是玛莎拉蒂，唱的是民族精华，不光教会了拿铁爸爸的爸爸叫什么，还反复朗读《三字经》等古典，演绎着家国，教出了孝道。拿铁可能现在说你好再见还没说全，但如果你问他百善，欠我1000。这场战争还没打起来呢，亚方已经输了。哎，你说你敢相信吗？我的婆婆温迪离开我们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她的身影依然活跃在铁岭市县的各个抢菜群，在抢菜这个领域兴风作浪。咋回事呢？温迪在铁岭，有一天早上看着我爸拿手机搁那一顿翻一顿戳，都冒汗了。温迪看不懂就问哥哥，你炒股啊？我爸说哎呀，这小区里吧有个采购群，叫凤舞居4群，每天早上就放一些非常低价的东西，谁抢着谁得。温迪疯了，深吸一口气。谁抢谁得？你有这正经事儿你不让我干，你问我去不去故宫？去不去故宫？第二天早上自己就在我爸卧室门口踱步啊，特别焦虑，在走廊里就冲里边喊：“那什么，出来没呀？咋样了？”我爸说：“哎呀妈，不知道的以为我要生了呢。来，我直接给你拉进来。”就迫不得已把温迪也拉进了凤舞居4群。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坐那儿跟我爸一起抢菜，而且这老太太版图逐渐扩张，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凤舞居4群的小旋风，在建委家属楼的仨群里，也逐渐被人尊称为洋碴子。洋碴子。很快他回国了，躯体离开了，灵魂从未缺席。咱每天早上6点，正好是他下午3点。哥哥睡懒觉，温迪来放哨。温迪给俺家买那个劣质卫生纸，好几包啊，跟他儿子说：“我给你们买这些东西啊，等我去中国的时候，统一给我钱就行。”大胖姐说：“我给你啥呀？我给你，就你买那个纸，那叫一个拉，那哪是清洁呀？那就是抛光，就是抛光。”那天居然还团了6个味儿的要过期的口香糖，我爸不要，团给了跟我爸同住一个小区的我爷。我爷没牙9年了，我爷下楼，小卖部老板说：“那个叫温什么玩意儿？那外国老太太给你团的这个糖，你赶紧拿着。”我爷说：“我不认识外国老太太。”人说：“就你孙女找那个对象，他妈。”我爷阿兹海默了嘛，拎着口香糖上楼自己捣鼓。我这孙女找个对象是外国人，就够呛。咱妈也是外国人，咱妈也是外国人。整的我爸和我爷都很焦虑，天天拎着个钥匙下楼30回。我说：“爸呀，爷呀，你就笑纳他的热情。我给你们安我用的德诗曼 Q50 F Max 智能锁，不怕忘带钥匙，3D 人脸直接开门，刷个脸门就开了。另外还有10种开门方式，总有办法可以开。后屏幕联动门外160度广角猫眼，可以看清门外情况，智能敏锐又安全。”然后温迪在抢菜群里呢，偶尔也与人发生口角。那天温迪在群里看人发了一个散养走地鸡的照片，一看，哎呀妈，太便宜了，就一顿抢。后来发现照片是鸡，卖的是蛋。他说：“这就属于典型的虚假营销。人进到这个群里，第一眼看的肯定是这图，你图是鸡，卖的应该就是鸡。人对方说，我图旁边还有字儿，你进群肯定得先看字儿，字儿是蛋，卖的就是蛋。白热化了。谁能想到2023年初夏的夜晚，铁岭建委家属楼还在就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永恒问题进行着泛国际学术讨论。虽然有矛盾，但就是抢。给我爸抢那个9块9一帘的酸奶，天天抢，给老头都喝白了。我才知道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它是可以治的。我爸现在除了温迪不耐受，啥都耐受，啥都耐受。不光是抢菜，温迪还让大胖媳妇给他取快递，很多都是跟风王二姨砍一刀买的，还有什么3块8的永久煤贴，5块9的数据线，9块9的小白鞋神器，通通寄到北京俺家来，等他下次来完一次性全背走。幸亏是快递不包邮，要不然这个凤舞居小旋风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但是快递呢，有时候被放到快递柜里，大胖媳妇上班有时候就来不及取，就容易超时，就得交保管费，目前一共7块5。温迪认为你这个7块5是因为你超时，那你赶紧交了。我老公坚决不交，跟我说，你看着没，他想完成资本积累，咱们替他卖力，还得给他交保管费，这就叫资本积累的无耻压榨。2块5我都不交，这是原则问题。目前温迪还欠着他儿子7块5的保管费，这个事儿呢，最后到底是属于民事还是刑事诉讼范畴，就等温迪8月份来的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吧。